一片风车发电的空地上，有一个3B 塔吊正在忙碌地运作着。但奇怪的是，这个塔吊并没有在施工，而是吊着一个个水泥块上上下下，并且在一升一降的过程中，就完成了对电能的存储和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塔吊也能用来存放电吗？它是如何做到的？虽然画面中的巨型机械与塔吊无疑，但它其实是一种重力储能技术，又叫混凝土块积木式重力储能，其原理与抽水蓄能差不多。当周围的发电装置发出的电力多余时，该机械就可以利用这部分电力，通过起重机将混凝土浇筑的石块提至120米的高度，然后等电力短缺时，再把高处的混凝土块放下。经发电机的处理后，使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以此控制电能的存储和释放。由于这些石块是用高密度混凝土浇筑的，所以同等体积下，其重量能达到水的4倍，也就意味着同等的电力，混凝土石块仅需提升至1/4的高度就可以。但由于机械建造复杂，且要保证缆绳、石块相互间的紧密配合，再加上大量混凝土石块浇筑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导致这种塔吊式的重力储能方式暂时并未普及。那么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储能方式呢？利用太阳能发电是常见的光能转化途径，但用太阳能来储存电能却是一种新奇的做法。不过它还得需要一种特别的介质熔岩，才能真正完成对电能的储存。在甘肃敦煌光电产业园区，就有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1.2万多面定日镜通过远程控制，实时将太阳光集中反射到正中央的一座260米高的极热塔上，然后塔内储藏的5800吨熔岩将这些热量纳进体内。当熔岩的温度接近565度时，压缩泵就会把它们抽到高温罐里进行储存。等到需要用电时，这些高温熔岩就利用烧开水的方式将热能转化为电能。至于失去热量的低温熔岩，则是再次回到极热塔上收集能量，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与混凝土块的重力储能方式相比，虽然熔岩储能需要有太阳能资源的加持，但像甘肃的这个项目，它的年发电量能达到3.9亿度，并且每年还能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从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方面来说，显然熔岩储能会更具优势。有一种过山车设计得很特别，它的轨道具有一种魔力。如果过山车在第一圈经过这条轨道的某处时是在轨道的上方，那么第二圈在经过此处时，过山车就在轨道的下方了。这种构造的原型就是数学中大名鼎鼎的莫比乌斯带。19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一个扭转180度后再将两头粘起来的纸带具有魔术般的性质，因为普通纸具有2个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莫比乌斯制作的纸带却只有1个面。设想一只蜘蛛开始沿着莫比乌斯带爬，那么它能够爬遍整条带子，而无需跨越带的边缘。生活中这种构造也有了一些用途，比如某些动力机械用作传送的皮带就可以做成莫比乌斯带状，这样皮带就不会只磨损一面了。当然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重点，而是将莫比乌斯带的原理应用于立体图形所获得的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几何体克莱因屏。这种屏是著名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在1882年发现的。与莫比乌斯带不分正反面的特征类似，克莱因屏也没有内外之别。如果往里头注水，那么水恰从另一个洞中溢出。我们观察克莱因屏的图片可以发现，有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点，就是克莱因屏的瓶颈和瓶身是相交的。换句话说，就是瓶颈上的某些点和瓶壁上的某些点占据了3维空间中的同一位置。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克莱因屏是不可定向的，它是一个闭合的曲面，也就是说它没有边界。不同于莫比乌斯带可以在3维空间嵌入，克莱因屏是一个在4维空间才可能真正表现出来的曲面。在我们这个3维空间中，
即使是最高明的能工巧匠，也不得不把它做成自身相交的模样。就好比高明的画家在纸上画扭结的时候，也不得不把它们画成自身相交的模样。其实我们如果把莫比乌斯带和克莱因瓶进一步进行抽象组合，去掉它们的空间性质，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图形，即中国的太极图，是不是很奇妙呢？将4个打火机并排放在2块磁铁中间，然后推动磁铁向内移动，强大的吸力瞬间击破火机。接着让2块磁铁以上下的方式向对方靠近。这次的结果更加震撼，重力加吸力甚至直接把磁铁震成了2半。磁铁为什么会有吸力？它的磁性具体是从哪儿来的呢？1820年的时候，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在给驳导线通电的瞬间，线周围的小磁针会发生一定的偏转。经过多次实验证实后，他提出了著名的电流磁效应，即任何通有电流的导线都可以在其周围产生磁场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电流可以产生磁场。现代物理证明，任何物质的终极结构都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在物质内部，电子始终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绕着原子核运动，然后产生电流，于是也就能够产生相应的磁场，而磁场通过对物质原子排列方向的影响，又可以改变它们的磁性，使它们发生磁化。像铁制品在一般情况下，其内部原子的排列是杂乱无章的，没有磁性，但如果将铁制品放置在磁场中，原子受到影响会迅速调整排列方向，变得一致，从而产生磁性。然后依据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当2个磁性物质的不同磁极接触时，就会产生吸力。但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容易被磁化，那些不容易被磁场改变原子排列的物质，磁性不强，吸力自然也就不强。例如，磁铁能吸铁，但却不能吸铜铝。于是从上面能看出，磁场是吸力产生的关键，而磁铁就是磁场最直接的承载介质。通常情况下，磁铁可以分为永久磁铁和非永久磁铁。其中永久磁铁除了那些天然的磁铁外，还可以人为制造。像20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家发明的钕磁铁，就是一种人造永久磁铁。由于其磁力强大，它甚至还被称为永磁之王。那么铁本身没有磁性，人们是如何让铁变成磁铁的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对磁铁模具的制作，接着将制作磁铁的各种原材料倒在炉子中，熔成液体，灌入砂模，待其冷却后砸碎，拆出金属件，然后将它们绑在铜管上，插进粗管内，并在四周填满稀沙。混凝土封住2端后，放入火炉内加热700摄氏度取出。接着用夹钳固定住铜管2端，通低压高电荷电流，让金属件轻微磁化，建立正确的磁场方向。最后通过永磁机器让磁铁生效，永久磁铁就算制成了。从这个制作过程也可以看出，让磁铁产生磁性的关键仍是电流。2019年，英国科学杂志《自然》的一篇文章将沙子带回人们的视线中。文章写道，如今我们对沙子的开采速度远远大于了它自然再生的速度，于是沙子涨价、稀缺等关键词再次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如此常见的沙子，价格为何逐年上涨呢？而如今的沙子又到底有多珍贵呢？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一篇名为《沙子比你想象的更稀缺》的文章中指出，人类每年对于沙子和砾石的开采量已经超过了400亿吨，而在20年前，我们对于沙子的使用量只为今天的1/2。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何我们对沙子的需求量如此之大。在建筑行业、制造产业，拥有着软黄金美誉的沙子，不仅被用来盖房子、建工程、填海，而且它在制造玻璃，甚至在制造芯片等材料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使得沙子在矿物类资源中的开采量稳超石油、煤炭，位列全球第一。所以即便沙子资源是位列于水之后的第2大资源，也开始呈现出短缺的态势。雪上加霜的是，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全球需要大约20亿个玻璃药瓶来储存药物和疫苗。毫无疑问，我们对于沙子的需求是呈指数增长了。然而，问题就出在沙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的沙子主要来自占比地球面积1%的河流。很显然，河流这种资源真的很有限。那么，你可能会问了，地球上沙漠的面积高达20%，为什么我们不能采掘沙漠里的沙子进行替代呢？其实，河沙和沙漠沙子的成分都是二氧化硅，因为氧元素、硅元素质量较轻，受到地球引力较小，所以它们停留在地表。再加上氧元素化学性质很活泼，于是二者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硅。当大气环境温度降低，二氧化硅就成了岩石，岩石又会被进一步的分化分解，这样沙石、土壤、沙子就形成了。其中，河沙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并且漫长，它的前身是天然的石砾，在河水流动过程中，二者不断的摩擦碰撞，直至产生表面光滑、富含杂质的河沙颗粒。由于河沙颗粒受力均匀，大小合适，所以被广泛用于生产水泥、玻璃和电子产品等等。而沙漠里的沙子之所以不能用于工业生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太过于光滑了。对于工业生产来说，沙子必须具备一定的棱角，才能满足加工制造的需要。其次，因为沙漠沙子是在严重缺水的环境中形成，所以它的含碱量要超出河沙多倍。这样的沙子由于化学性质很活泼，一旦被使用在建筑工程中，极易与钢铁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造成墙体的瓦解甚至坍塌，给居民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最后，沙漠的沙子只是经过风化形成，缺少被河水过滤冲刷的步骤，可能残留了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以上种种导致了沙漠沙子不满足用于建筑的使用标准，所以面对沙漠沙子遍地皆是的场景，我们却不能加以利用。但是面对河沙即将成为稀缺品的事实，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对于河沙本身而言，我们可以不断改良我们的开采技术，减少在开采过程中因为外因而产生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新的方法获取我们想要的资源，比如机制沙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诸如山上的石头、建筑垃圾经过工业标准加工处理后，也能成为满足我们需要的砂石。中国砂石古料网的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我国生产机制砂接近200亿吨，相对于2008年的总消费量提升了55%。而在未来，我们将生产更多更优质的机制砂，来打破天然砂稀缺的窘境。